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珍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开始先带你来看到是白宫最近只要是开记者会，大家就是只有一个单字而已，那个叫做关税。可问题是，本来应该是要让人家问到饱的啊，但这一回为什么突然关麦了？来看看这画面。Does anyone have any questions for Patty or for me? No? I have a question. No. Anyone? Okay. 好，为什么他忽然之间就走了呢？其实好像还是有人有问题嘛。但这一回重点来了，就是每一次都在讲关税的问题，其实呢，川普政府都给大家同样的答案，叫做在等电话。中方你要主动打电话，可是问题是呢，现在就连网友都在讲啦，中国好像不急耶，人家根本是不是就不想要理你呀？那现在的川普是什么样的状态？现在川普是不是还在拿着玫瑰花，等着电话说快点打给我吧？然后人家习近平已经先出门去玩了。对于川普来说啦，现在呢他想要运用关税跟盟友之间谈的是什么？有人说呢叫做另一层面的围堵，至少这些来谈判的国家，你要先跟进一下2级关税，少买一点大陆货。换句话说，你要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你要逼迫，要孤立中国，又或者是说呢，你2选1嘛。譬如说自动降关税，然后呢孤立中国，然后呢这个北京这边是不是就会因此而达成协议？这一些有人说就是川普他现在在打的主意。那克鲁曼就直接讲了，川普啊，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啊？原因是因为著名的诺贝尔学奖经济学家他是怎么说的？说中国其实他看起来是很明确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但美国现在他看起来是连自己在干嘛都不知道。譬如说啦，你必须要了解，你真正的利益其实来自于进口。那现在呢，对于川普来说，到底有没有接到电话嘛？大家就问，你一直在叫人家打电话，到底你有没有接过电话？有这个不愿具名的美国高层去问说现在状况怎么样啊？白宫这边的回应叫，确实中方没有打来过电话，甚至呢让这个高管讲了，显而易见的就是政府是不是严重高估了关税对中方的制约力？毕竟现在都已经加到245% 了，还能加到哪里去啊？北京的媒体呢就直接说了，《金融时报》的讲法是，现在中方至少还有3张底牌，一个叫贸易，一个叫美债，另一个是科技资产。好，这一些其实都可以跟关税来互相对抗。但是呢，对于美方这边研究机构，他们也认为中方也不是没有短板。譬如说啦，关税战确实你会冲击到你内需。失业问题，高盛的统计说，现在呢有大概1000到2000万人从事对美出口的相关工作。那如果说你真的完全断钩的话，那就是大概2000万人会失业。但是呢，对于中方来说，现在他们看的是什么？是一个民族力呀。因为传出说，现在呢，在美国的品牌，比如说啦，手机啦、Nike 啊这一些，竟然呢在中方这里的营收都是下跌，而且呢增长下滑的状态。那是不是这一些就《华尔街日报》报道来讲，就是中方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反扑了？再来说，现在不是锡矿啦，或者是这一些矿产都已经加强管制了吗？ CSIS 告诉你，那个短缺不叫做警讯，警讯是什么？是还没发生，但是这个是已经是现实，有可能造成你的军工业就因为这样而停摆。甚至呢，美国一直讲它被占了便宜，但是呢，中方的官媒直接告诉你，我们没有敲你竹杠啊，那些都是你不要的工作丢出来让我们做的，我们换取的是用我们的血汗钱来帮你制造你的经济飞黄腾达。就想到了当年马云跟克林顿的这段谈话。Yonder and you wound up with a bubble. If it comes from the bottom up, is it more likely that fewer bad things will happen? I think you American people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China economy. Every time when you start to worry about China, China goes better. You Americans love to spend tomorrow's money. And the other people's money, maybe. We Chinese love to save money because someday we know the disaster is coming, so we can spend the money. So when the economy is bad, we still have the money to spend. You guys probably don't. You worry.
好，当时的这段话现在在看起来格外有感触，但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对于白宫来讲啊，当然现在关键字就是关税，关税，关税，但你可能也问太多了，而且呢，这个发言人有的时候看到不喜欢的记者呢，他也会直接关麦，大家就想问是不是真的，他也没什么好说。我觉得我们从马云那个点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是52%，那光是居民的存款，那中国的银行几乎都是国营的嘛，就有将近18兆美元。所以习近平只要允许银行跟保险业可以买股票，那不就护住股市了？我还没有算他的企业存款，还有政府存款啊，那全部加一加，超过40兆美元，在银行体系了啊。我觉得这个体制啦，还有因为他的社保跟医保还有失业保险做得没那么好嘛，所以大家就是未雨绸缪啦，都会存钱啊。那另外就是，我觉得习近平这2年就在等这个终极一战，所以你看他在储能源，在储粮食，他去年2023到2024，中国大陆大概不知道建了多少粮仓啊，对，那买了大概全世界，我看至少有25%的粮食吧，那结果现在都发生作用啊，所以没有做啦。这个如果打了1整年啊，也会伤啦，因为你再怎么样，你对美出口还是4000多亿美元嘛，你再怎么样去用国内的企业来帮你这个出口转内销，还是一定程度啦。有很多人还是要失业，可是他们现在不失业，叫做安家啦啊，在家里，那可能地方政府、企业多少补贴给你，就你随时回来准备工作了。那可是现在就停机了嘛，就没有出口。可是美国你没有进口，到底中国没有出口比较累，还是你美国没有进口比较累？这个坦白讲我们不知道，因为这里面现在正在化学变化，起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状况了。比如说我今天就看到一个报道啊，说中国大陆大概是14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所以到处都有中国人啊，他们都在做转口贸易。那另外还有人直接上 TikTok， 就直接贴了，说那件衣服啊是让我们中国做啊，可能只有1/10的钱啊，你要不要来直接买啊？那就变成个人，你如果去买一件，这个没有关税啊，比如说我们举例了，那个卡洛琳穿的衣服都是名牌啊，那人家就看到一件，那是名牌啊，那结果中国的定价大概500块左右的人民币了，那在美国买是500美金啊，就是类似这种状况啊。那这个我认为以中国人的习惯，因为台湾人也干过这种事啊，会出现成千上万的跑单帮的啦，因为你的利差有145，是245，现在已经不245是针对针头跟注射器了，对，大部分是145啊，可是这个利差够大啦，所以我认为会有一大堆跑单帮。我最近还听到一个故事啊，这个还要有待证实啊，是说大家就估计美国今年年底的圣诞树可能就不买了嘛，对，那中国大陆制造那么多圣诞树怎么办呢？结果竟然被中东买走了。哦，真的中东是穆斯林国家，有在过圣诞节吗？没有，显然就是要转口贸易。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现在就在下订单。那美国接下来就那个 school sale 嘛，要开学了，接着就是圣诞节啊，所以我的意思说，现在我们不一定能够做结论，可是有很多应运而生的机制都在出现，就是生命会自己找出路了。是到底是你停止进口，造成你内部的缺货，造成你内部的金融市场动荡，这个危机比较大，还是中国大陆的出口出了问题，危机比较大？那反正各自都会去找方法解决吧。可是你美国金融市场可能会因为这样，它会提前反应嘛，那可能会动荡到你受不了。是，那明年要国会的改选嘛，
那你的共和党同志也不一定能够撑那么久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美国那个体制啊，金融市场、在野党，甚至你共和党的同志，还有民众的抗议，这个不是总统能够控制的啦，还有国际社会的反应呢。你们发现现在欧盟、日本立场也逐渐变硬了，就是在观望，大家都在观望，就不觉得你川普可以撑那么久啊。因为4月3号刚出来，我第一时间是预测川普撑不过3个月了，我们就再看吧。好，4月3号3个月的话就是7月了。但问题是，对于川普来说，他现在因为又暂缓了90天的其他国家关税嘛，所以大家就讲说，他是不是也在买一些时间？萝卜棒子旗下，就是我跟你讲缓90天，我跟你讲我要跟你好好谈，可是你要跟进我的策略啊，我要去孤立中国，比如说2级关税啊，少买中国货啊，孤立中国，这个你得跟上。来，请教袁老师。这个我们中国人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现在的话呢，川普按照这个燕婷的说法的话呢，就是有欲求、有欲望，什么呢？就是你要听我的话，然后要孤立中国。人家这些国家凭什么要听你的话？大家知道我们就是害怕你什么都不管。我跟你讲啊，克鲁曼讲的对极了，就是说大陆不但是拿出一把枪啊，是一整箱的枪啊，每次越拿就越大。大家从一开始从稀土啊、服贸啊、智慧财产啊，到波音啊什么的，一段一段来啊，那其他农产品都不买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欧洲人、日本人、加拿大人基本上的话呢，就说好，你现在倒过来了，你有需求对不对？那我看看你要给我什么。你如果什么都不给我，还要压制我，大家都知道那个，因为中国带头，世贸贸的态度就硬了，韩国的态度也硬了，中日韩3国的这个跟东盟的10+3就开始谈判了。为什么出现这个结果呢？这个川普本身来讲，自己拿了一箱子破破烂烂的还没有磨的刀，就要拿对人家乱挥乱砍的话呢，出现这个结果。所以说大家要了解，川普原来是对全世界的贸易宣战，现在弄了半天的话，搞成对中国宣战。你照理说你应该有一点起码的策略。我说句良心话，在大陆有3点啊，是足以证明啊，团结的大陆要对抗分裂的美国啊，大家要搞清楚啊。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老百姓，刚刚马云讲的很好啊，我们永远是存钱的，我们同文同种的人，我们哪个人不懂得存钱呢？我就很会存钱呢，对不对？这个就是文化上的吧，对不对？这个是美国人永远花明天的钱啊。这个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大陆的体制占优势啊。你刚刚提到的话呢，那个习近平主席他本身说的事情的话呢，代表的就是说是全民上下一心啊，这个也非常重要。第3件事情的话呢，我跟你讲，整个民心士气都凝聚起来了。我在大陆看到了，哇，莫名其妙啊，也不是说莫名其妙了，就是哇，一下子是啊，毛主席的讲话啊，要打多久就打多久啊，然后呢，要不然的话就是统一的，就是把整个的趋势发挥在一起。短期内这个高盛预估啊，会有失业人数啊，他这个没有搞清楚。大陆现在目前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民心士气很重要。啊，然后整个社会的话会觉得说是拿这个美国当成一个敌人的这种态度来对待，因为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坦白讲一件事情，这个美国一开始对中国就没安啥好心啊，只是说我觉得哈，这个你不管花多少钱，花多少精力，都没有办法让美国选出一个傻子来当总统啊，这个实在是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认同亮哥的讲法，那你不借这个机会好好来一笔大的，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你要认为民主党再来的话，不是又在搞你吗？这个他是没有策略的，这个因为没有策略的关系的话，他是每天乱出招。那个他的发言人呢 ，Caroline Leavitt， 他本身来讲就没有办法再面对人家的质疑，大家都在问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这个市场啊不怕涨不怕跌，最怕你不确定。现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话呢，每一天都改变，一下子又不要了关税了，一下子又要关税了，一下子要针对这个产品，一下针对那个产品，那中国大陆比跟美国之间来的话呢，是好整以暇，以逸待劳啊，一步一步慢慢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说每个礼拜出一个工具，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克鲁曼他讲法是很对的，他基本上认为说美国到底有没有策略，让美国人知道一下你到底有没有策略。美国很强，没有话讲，但是的话呢，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有这样子的一位傻子当总统，那实在是太难得了。来请教一下杨老师会怎么看？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白宫啊发言人他们能不能够不谈关税？因为确实啊，如果今天我们看美国现在的民调对川普，
他最大的2个政策里头，其实大家对他的移民政策还算满意。虽然有很多所谓的非法移民那种遣返，但是那个关系，那个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那个是对于好像少数族裔或者对非法移民这样的美国人的那种认知，那是他们还是可以接受，他们还会支持川普。可是对不起，这个关税议题确实是川普现在最麻烦的一个议题。那白宫发言人我们也看到几次被人家抓出来说，你没事讲要对抗中国，结果你就还在穿中国制造的衣服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面临到一个，克鲁曼讲得很对嘛，他说人家今天我们美国即使今天是有这个贸易赤字，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拿到的钱是拿来赚就是过我们好的生活，因为美国永远不怕贸易赤字，美国只要印美金就可以，美元还是最主导的货币嘛，所以美国人的生活不会受到这个影响。那川普他也不知道川普到底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川普到底是想用关税来对抗中国、围堵中国，还只是一个手段，还是你相信关税就是你的答案了川普我认为是后者如果是后者那就麻烦了，因为他完全认知错误，因为关税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确实会伤，但是你看看美国人用中国大陆的东西用多少我们不要讲中国大陆，即使台湾也是，我们用了多少大陆的东西。如果今天请那些没事要骂对岸的绿营的人说你全部不准用，我看他们生活也会有一些问题的不是说全部都可以取代的。那我觉得最糟糕的还是讲到大陆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稀土。稀土大陆不是最多的蕴藏美国也有很多，可是都是嫌脏，然后让大陆去做提炼，对不对？全世界都是送到大陆去做。大陆等于是为了你们整个世界的工业化或者说高科技，然后牺牲了很多污染的东西，结果你还在谴责大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大陆应该是出来讲说，我就是要更多的东西，因为我为大家做了很大的牺牲，可是反而没有看到这个，所以当然他以后一定会拿这个稀土拿来做一个工具的。那究竟美国人有没有耐心？我想刚才我们也提到，美国的看起来国内现在有很多反对川普的，特别是包括农业州我觉得农业州他们这些大豆啦出口不了的你怎么办我看了很多 interview 访问这些他说现在就要种下面的了，他说我到底要不要种？因为有种出去可能下面就没有了，所以都不知道该不该种。我觉得这个才是川普最应该注意的，就是你的基本盘农业州还有中西部的工业州，你这些 job 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如果在你任内都回不来的话，对不起，你大概会让共和党下一个期中选举会输得很惨。重点就来了，就是你这样做，我们付出了代价，我们赚得了什么？这可能会是像很多美国人他们想要问的这么一件事情。川普说赚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一天可以收20亿美元的关税，结果现在说数字出来，美国的海关即便是在4月5号部分关税生效之后，实际收到的大概一天就是2到3亿美元，跟他那个20亿美元好像差了有10倍之多。而且呢，现在也因为关税战，让很多个州他们跳脚了，譬如这个加州。加州呢，州长是 Newsom， 民主党的，他现在就对于关税政策提出了诉讼，说这个根本行为违法，对于他们的经济带来很严重混乱，还有破坏。那加州他为什么说他可以讲话大声？因为其实他们那边有矽谷嘛，所以呢，如果说你要论斤庆两来讲的话，它 GDP 贡献度是很高的。2024年呢，甚至保持全球第5大经济体，没错，就加州连续7年蝉联，所以他觉得他讲话可以有分量。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他们内部共和党也不是都很赞成啦。譬如现在大家就在讲啦，如果你之后还要拿关税当武器，还要给人家乱升的话，那是不是我们干脆要限制总统的权限，至少要回到国会这边来投票？
好，这个不是民主党投案投票而已哦，连共和党12个人都考虑要一起联名来签署，甚至呢，洪州以前投给川普的选民，很多人失望了，因为很多人就像刚刚严老师所说的，他基本上呢可能在种大豆，可能在种玉米，以前呢可以外销，现在卖不出去了怎么办？所以甚至还要共和党议员要遏制这样子的一个独裁者。对于美国人来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譬如啦，我的货现在就在船上，那进来的时候关税加上去，对我来讲，那个都是额外的成本、额外的负担。所以呢，开始疯狂的下载是什么？淘宝啦，好，甚或呢，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DHgate 敦煌网这一些呢，他们都是变成现在很热门的关键字，很热门的下载 App， 包括了 Shein， 这个也是先前川普不是很喜欢的快时尚，这些都是他所谓的中国货，现在反而变成美国人在疯抢。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他们也打算要提高美国的产品售价了，趁价格还没涨，鼓励你赶快下单。 TikTok 上面呢，甚至涌入了大量的这个大陆工厂的员工，直接呢告诉美国人说，我们这边买，直接源头买才会最便宜，工厂直营，鼓励大家直接走出来下单。这一些呢，都是某种层面上面在上有政策，下面的对策。也有人讲说，其实美国现在有的企业是直接找上了大陆企业，要他们吸收那一些关税成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有个美国客人跟我们提出来，他说我们这些货给他生产的已经做出来了，放着也是库存，让我们半价给到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肯定果断拒绝。美国的品牌的压力是大于中国制造的，不管是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员工，脊梁骨一定要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是大家万众一心挺下去的。商场上呢，讲的是谁比较能够盯到最后，在目前。川普政府再一次的把辉达的 H20呢也禁了之后，他们说是防止 DeepSeek， 但是有没有可能会让中方又再次的生产出让他们觉得以前达不到的，现在做到了呢？而且这一波的贸易战，目前最大的商家有可能就是波音。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本来还要交10架飞机嘛，而且呢，中国占全球商飞市场需求大概1/5。那如果说啦，现在不交机了，不买了。最大的苦主不就变成波音了吗？毕竟美国内部买的可能真的没那么多。回过头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川普本来是说20亿，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呢还讲得非常大声，我们赚的钱就是在这里，每天20亿，但现在发现一天只有2.5亿。不是啊，因为人家会暂停出口嘛，这有什么奇怪？它一定会造成贸易减少嘛。这历来的关税战都是这样啦。全球贸易到最后一定会减少，是，那只是说你会减少多少啊？那也没有人知道川普会不会做持续搞这个搞1年啊？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比如说现在暂缓90天，所以我们台湾 Q2的出口量一定非常惊人，叫我们要抢单啊，对不对？那中国大陆这个也有点事啦，就是这个，我就跟你讲会。开始产生很多抓法律漏洞的行销啦，那转口贸易啦，或者跑单帮啦，或者是用中国大陆直接寄邮包过去啦，这个大概要持续个2-3个月，美国政府才会发现状况，然后再立法要把它修得更严，那个时候你才会看到两边较量都拿出真正的实力了。可是我怕川普撑不到那个时候就倒了啦，因为共和党已经要造反了。就是我上次在这里有讲过嘛，民主党早就有一个法叫2025贸易审查法，那现在因为它人数不够，对，可是如果这里所讲的共和党有12个人要跳过来，那就过了，那就过了。那难道你川普敢用否决权吗？他是有提到 veto 啦，不，我知道嘛，我跟你讲啊，如果川普搞关税战，然后还用否决权来维持他的统治，维持他的行政权啊，我认为美国一定暴动，他这个激发的民怨就太大了啦，一定暴动，一定暴动的啦，我跟你讲，你太高估自己了。
你本来众议院就只领先5席耶，那你那个造成连共和党的众议员都觉得，不行啊，这样搞下去不行啊，搞不好我们明年都没办法选了，对不对？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用1/3统治，否决嘛，就要2/3才能驳回嘛，你敢这样搞？我认为这个我所认知的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到处都是暴动，因为这个法本身就现在民意支持度，这个法本身这个法本身现在支持的已经不到40了，然后你川普的民调只有43呢，你还能这样搞啊？我严重怀疑了啊！所以如果真的，如我所讲说民主党提的贸易审查法，共和党真的跑去支持那我就可以说不到3个月就结束了，更会提前结束。我跟你讲，那个美国总统权力没有那么大啦，真的啦。我的副修就是美国政治，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美国总统可以控制一切了。你不要以为他赢很多，他事实上最后总统选票只赢了1.5%，众议院赢5席参议院赢多一点就这样而已那个，而且美国民主党已经摆明，还有华尔街已经跟欧洲在联手了嘛，就是要叫你赶快停嘛。华尔街跟民主党联手，这个还蛮罕见的华尔街事实上很多都是偏共和党的，可是你现在看到华尔街没有人支持川普，我还很少看到这种状况所以我认为他的压力那个聚集能量的速度比我们预期还要快啦。所以你不要看中国大陆了，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准备很久了。我觉得观察指标是欧盟跟日本欧盟跟日本现在也变得那么强硬，对不对？冯德莱恩那个第一批的反制关税，那个是一定要实施的，对，那个是有法律的欧洲不管就照干就这样是，那我们请教一下岳老师会怎么看？川普现在面对3方面的分裂，我刚刚说过分裂的美国川普的内阁分裂就非常严重他自己的主要要员大家知道，我们前阵子好不容易才刚知道是纳瓦罗出了点子，纳瓦罗就要滚蛋了马斯克已经确定5月底要滚蛋了，然后现在的话呢，贝森特的本身来讲的话呢，先是倦勤，然后再做事，这是他的内阁的部分。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现在不得了现在尤其是这个民主党的州，尤其是像加州的话，就要自己搞治外法权，自己来一套然后先是告诉他这个违法。我现在要注意美国的总统权力没有很大，但是美国的法官权力非常大大家记不记得法官是可以叫停很多的行政命令然后第3点的话呢，美国的人民基本上是反对的美国的人民的话呢，虽然的话有很多人原来支持了川普，结果现在的话呢，觉得后悔的不得了所以这些3种分裂的力量的话呢，让川普本身来讲根本就窒碍难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克鲁曼刚刚讲的，我根本都不知道你葫芦在卖什么药，你也不告诉人家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下一步要干什么，你这个做法有没有效？那现在的话呢，大家就已经注意到了，你要阻止大陆的这种货，因为它便宜又好物美价廉，要进入美国的话，大家要知道自由贸易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跑单帮的跟走私货。这本来这就是自由贸易的吧？你用货柜来装的话呢，为什么需要跑单帮呢？为什么需要走私呢？你要出国的时候，你不穿得很优雅吗？但干嘛带东西回来呢？就是因为川普现在乱搞的结果。那另外的话呢，我就要想到因为黄仁勋也到了北京去了嘛，所以说他基本上的话呢 ，H20不准卖大陆大家知不知道到了今年呢，恐怕现在第一季、第2季的时候4月份了嘛，华为的升腾910C也是 AI 芯片就已经完全取代了。黄仁勋去的时候，就感觉上，我觉得看到他被访问的时候，他表情非常无奈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虽然长得像中国人美国人的话本身要听到国家的指挥但如果国家的指挥是乱七八糟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华为紧咬着不放黄仁勋是占了有好处美国压制华为的时候，华为本来老早就要搞 AI 芯片的，让你这个 NVIDIA 的话有机会出来。
所以大家不敢不听啊。但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降低了，大家知道这有成本的，你 H100不卖，搞 H800不准卖，H20不准卖，你这成本都白花了。我问大家，大家想一想啊，你这个 AI 的芯片，你不卖给中国大陆，你要卖给谁呀？谁有这么大的量来吸收啊？对不对？你的波音公司的情况也一样啊。波音公司一旦不交货，这个还得了？25%的波音的飞机是飞往中国的市场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波音的名声又不好，大陆又有 C919，然后现在的话呢 ，Airbus 的话呢又非常流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这种情形，美国本身你最好你讲清楚你到底要干嘛嘛，否则的话，我看亮哥讲的对，3个月撑不到了。好，但黄仁勋这一次到了北京，他是应这个中国的贸促会的邀请去的。比较特别，大家发现的是，没有穿皮衣耶，这次改穿西装去了。那是不是表示，这一回其实他也有意识到，在 H20的一些变化？那另一件事情呢，当然啦，他一直讲都是遵循美国啊等等这个相关的政府政策。可是呢，也有网友在下面讲说啊 ，H20都进了，你还来干嘛？你还能带什么货呢？美中贸易其实影响的真的还蛮层面多广，来请教严老师。我觉得我刚刚看到这个加州州长 Newsom 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过去我们也知道嘛，就是加州的这个犯罪率蛮高的。然后去年大家又觉得说他在处理这个火烧森林啊，火烧不止森林了，火烧南加州也处理得不好所以一度就是感觉上他人气很低了。对。那他呢也不敢去挑战川普，譬如说我们讲的这个移民的政策，加州其实是非法移民很多的，那大家也尽量配合，但他现在找到一个这个议题，关税因为毕竟加州是美国真的是就是说第一大州就是以这个经济的实力、人口的实力来看都是第一的，然后摆在世界我们讲的是第5大国了第5大经济体了。以加州这样接近4000万的人，它是整个美国第1大的这个高科技的产品，但是它也是农业产品所以今天 Newsom 在这边讲，他说你不能用这个总统，因为这个是立法通过的，在1970年通过，叫做国际经济这个贸易紧急法案的。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授权法是给国会来通过，不是你总统可以来宣布。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Newsom 有点像，你知道，像清朝末年那个碰到8国联军的时候，他们搞个东南自保运动加州说，他说我们现在自保，然后要是北京聪明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买加州农产品，但是除了加州以外的中西部我们都不买，可以在那里头制造这个分裂的因为确实就是加州是一个比较跟这个中国大陆贸易最多的地方，包括它的红酒啊，包括它整个你看我们讲的腰果，就是美国最大的产地都是。但是今天如果他能够跟中国讲一个，就是说，你可不可以把我加州划为特别的？那我觉得这个今天对川普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 Newsom 是找到一个议题来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整个美国，我觉得面临到最大的问题还是说，一般的消费者已经习惯这个价格，然后就是现在发现，如果今天有关税，我现在买的民生物用品居然还要再贵，但是呢，原来在大陆出来的，在网上可以购的那个成本是这么的低。我们以前都常常在笑嘛，就说一双这个好像Adidas什么什么球鞋啦，在越南在大陆做是成本多少，然后一路加嘛，一路戴帽子是戴上去，到了美国最后你买的时候，再加上一个这个品牌，就不知道多贵了所以我觉得今天美国人也应该去想想原来这些产品我们是剥削了亚洲的劳工，那么低的价格我们买进来，结果这些商人赚钱赚够了这个价差那么多赚够，现在还不满足，还要再往我们身上再加关税，我觉得美国人是会抗议的啦。是，其实呢，对于现在的中方，他们内部也有一种情绪开始对于川普这个人有很多的意见了。来看到这一位，这个呢说是这个中方这笔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出来讲话说，我真没想到，我当时在接待川普的时候跟他讲3原色，他没听懂，来听他原话。红墙黄瓦蓝天，这种景象是我们最得意的，这是3原色呀。用这3种颜色可以谱画出世界任何的色彩，
我们的世界必须是绚丽多彩的，不能是单一色彩的。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值得骄傲的历史，每个民族都应该拥有他们向往的未来。我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特朗普讲过，他居然没听懂。好，台下的笑声回应足以说明一切了。其实现在习近平在做什么？他在做的是呼吁全球南方抵制滥征关税。今天呢，他到的地方是柬埔寨，也算是最后一站了。到柬埔寨呢，当然就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同时呢，他也在媒体上先发文，强调中柬要强化战略协作，要共同反对的是霸权主义。那当然讲的就是美国了。这一回呢，他其实不只是访问柬埔寨而已，他先前呢还去了越南，还有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的时候，这一回总理安华还特地用中文致辞，听听他说什么。舍上无难兮，舍法如心任。正像那句中国话所说的那样，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Thank you for clapping. That means you understand. 谢谢大家为我鼓掌。好，看得出来呢，非常有诚意，甚至呢，在先前还讲到说，他家族的谱史里面呢，这个族谱里面呢，也有一些跟华人有关等等。这一回其实中马交换了30多份的双边合作文本，包括了文化上面的，包括了经济上面的，还有战略上面的。同时，他们也说要进一步促进双边人员的往来，还有交流合作跟签证互免这样子的一些友好的互动。那当然啦，大家就在讲说，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刚看完了，这个是在东协这一边，另外的部分是西班牙。西班牙的高官现在传出了说，在华盛顿这里是捍卫欧洲跟中方的关系，强调我们其实应该要走自己的路吧，对不对？为什么就不能跟中方合作呢？中方也可以变成我们战略合作伙伴啊。就像本来对于中方蛮强硬的冯德莱恩，现在基本上呢，他们也是对美国相对比较强硬的，也拒绝美国所提出的，如果中方撤出欧盟可削减关税等等等，这一些呢，就是要换条件，门儿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也要问了，是不是真的以前的哥们现在好像也不那么哥们了？欧盟呢现在讲说要打电话给中国，不然就像傻瓜。毕竟啦，现在我如果靠你会打我的话，那我当然去找找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机遇啊。针对于这一些，大家想问的是，美国懂了吗？还是就他们心中而言，依旧是 American Great Again？ 来听听白宫怎么讲。The president still maintains his position o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subsidizing Canada's national defense, and he believes that Canadians would benefit greatly from becoming the 51st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吃豆腐。这个我相信是加拿大人到目前为止他们最讨厌的一句话，他们超级不喜欢这样的说法。但是呢，没有办法，跟加拿大来讲，他们的央行直接的讲了，如果美国关税引发全球贸易战，那他们也会深陷经济衰退的危机。所以呢，加州州长这一边跟就边境问题嘛，所以他们是跟加拿大彼此本来是往返非常频繁的。他就讲啦，说拜托啦，你们还是来旅游好吗？大家沉住气，我们这里跟华府那边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啦。但是加拿大看起来也是在走自己的路，比如跟中方这边有更多的石油交易，而且呢，甚至还创下纪录。那跟加拿大买这么多，一定会少买一些。当然，少买的现在传出来就是美国石油的采购量了。加拿大这里呢，增加到730万桶，那跟美国买的则从2900万桶骤降到每个月300万桶。这个数值您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不只是加拿大，澳洲现在呢，其实要进行选举了。那大家就在讲，这一次基本上是3个候选人，因为川普也算一个候选人。川普的讲话其实就会左右到澳洲人他心里面的一些感受，你的立场要怎么样来拿定？因为对于澳洲线下很多做生意的人来说，我的东西商品有的出口，譬如葡萄酒，目前因为对中的出口又再次开通了窗口，所以现在呢是创关税后的新高，已经达到2020年历史最高水平的80%以上。换句话说，是已经回魂了啦。那如果说呢，现在又再走回以前那个对抗中国的老路子的话，是不是会让经济这边再一次的又跌到谷底？这一些呢，就变成他们在大选时候很在意的一个美中的天平较量。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当然了，这个话呢，就是给川普讲3元是他听不懂，台下笑成一片。
这个就看得出来大家对他的感受。我觉得中国大陆去拉拢全球南方，这个本来就可以理解啦。对，那本来就是他熟悉的地盘嘛。而且东南亚本来就跟中国大陆从2014东盟+1，一直到现在都10年了，对不对？那其实比较值得观察到不是东南亚啦，而是中日韩还有中欧啦。这个比较值得关注啦。那我认为啊，比如说他去越南签了45个协议，对，那到了马来西亚签了30几个啊，那这个都是大范围的。那我认为他对日本、韩国还有欧洲，很可能会用 ECFA 模式啦，就是分项单方让利。我认为他会这样做，就表示我要拉住你啊。那比如说美国对中国出口1344亿，那我就拿来分给日本、韩国跟欧洲啊，我就不要从美国进口嘛。那比如说他西班牙本来就是中国猪肉进口最大的国家，对，22%。对，那美国猪肉本来有17%，那他现在就把美国的猪肉份额倒一点过来，拿去分给别的国家。对，他一定会这样做嘛。还有比如说机电啊，还有机械用品，那波音就不用讲了嘛。波音大概是最大的苦主了。对，因为波音去年包括飞机跟它的零组件跟中国的贸易是115亿耶。这蛮大的，那你现在关税加到145，怎么做生意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就是中国大陆他目前就好像不太理美国了，他就做好自己的事，那做好自己的事，包括国际上的，也包括国内的。那国内当然第一个就是赶快把那个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啦，先把这个通路建立嘛，那有虚拟的，也有实体的。对，都配合嘛，那另外就是会有人失业嘛，停工嘛，那怎么样用国家的钱补贴啊，让你暂时撑住啊？我觉得大概就先做这个，然后还有另外他就是他愿意再打开市场愿意跟各国更多的往来，那他支持 WTO， 跟欧洲各国都站在同一边啊，所以有人从这里说。哎呀，会不会形成美国圈、中国圈？我觉得这种论点就是胡说八道了。有谁要单加一边啊？现在有这种国家吗？除了赖清德之外，他单独要加入美国圈啊？请问有哪一个国家说他单独要加入美国圈的？没有，没有一个人，他两边都要啊。就废话嘛，都这样嘛。所以目前的国际社会就是这样啊。那只是说。人家觉得有 WTO 的规则可循，那比较稳定嘛。不然我即使今年摆平了川普，那明年他会不会再来？我怎么知道？没有人会愿意这样的一个没有规则，然后随时川普任性一来，大家就被迫要再跟你妈搞了好几个月，这样很累所以我觉得你看那个，我觉得川普到目前为止。只有2个国家关系比较顺是，就是英国跟以色列啊。你有没有发现？有，其他没有一个国家是顺的，如他预期的啦，跟他原本想的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国家是顺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啊，就是如果说你两边都要打交道，一边画圈圈，一边画三角形，那你不会怎么办？你就练啊，你就想办法啊，想办法沟通啊，不然的话，你单靠单边，哪一边突然怎么样了，你都会有风险。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讲到美中之间的对抗呢，其实现在大家看起来的是，到底有没有可能各自成圈，又或者是他们的盟友们各自在找头路？来请教一下岳老师。我觉得这一次到东南亚国家，这3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意义不单纯是经济上的，甚至是与政治上的地缘关系的。首先，越南的话呢，从
北到南有3000多公里，都是在南海的位置上，它非常重要。越南欢迎了习近平主席，里面代表的含义就是上蹿下跳的这个南海地区国家只剩下菲律宾了，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孤立无援了。另外的话呢，马来西亚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啊。马来西亚的话呢，就是有多方面，大家对马来西亚不陌生，因为马来西亚有跟我们几乎一模一样的华人社群，占了马来西亚的30%以上的人啊，大家基本上都有几个马来西亚朋友。马来西亚的安华，我跟你讲啊，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家，回教国家对于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乱砍乱杀已经受不了了。这个安华本身故意讲中文呢，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告诉人家，马来西亚的话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了，不管怎么讲了，地缘关系也好，反正就是相信中国胜过相信美国了。安华本身来讲，虽然马来西亚这个属于这个东协国家，但是他们基本上的话呢，在立场上就回教国家嘛，印尼也是这个样子啊，跟中国关系非常好。柬埔寨更不要说了，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贸易国不是美国啊，最大的是东协啊，就是东南亚了，这个大家要知道。那另外的话呢，我再提醒大家啊，这个欧洲的话呢，一定转向了，为什么呢？因为欧洲人本身呢，我太了解了，欧洲人基本上对于觉得美国冯德莱恩讲话，冯德莱恩拍美国马屁这么久，突然讲美国不值得信赖。一定会转向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把4年多以前的话呢，就是中欧投资协定重新拿起来恢复一下。而且这里面的话呢，我甚至都认为说是西班牙的总理跑到这个大陆去卖东西是被派过去的卖1比例的猪肉啦，然后跟巴西买这个大豆啊什么的。然后另外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澳洲基本上要卖红酒、卖龙虾给中国。那再加上加拿大是最可怜的。说句良心话，我认识的加拿大所有的人都在我面前强调我们不是美国人的，非常得意。现在被讲成这个样子，因为美国搞成这个样子，还在吃加拿大的豆腐又在讲到说要变成第51州，这加拿大人是情何以堪了。因为大家知道加拿大的历史怎么来的，加拿大的历史就是不愿意当美国人的英国人就跑到加拿大去的，所以加拿大的国民就叫 Canada， 它是大英国协的部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中的骄傲变成在人家丢在地上让人践踏。所以说我刚刚讲的这些国家的话呢，他们第一个不可能他们不可能只会2选1的。为什么？国际政治讲求的现实了，只有我们这里会就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未来跟前途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陆目前道路是越走越宽广。我说句良心话，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搞个大的怎么可以呢？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请严老师总结。我刚刚一看那个故宫博物院长讲的那个川普就让我想起川普自己在这个说是得到很多基督徒支持，结果他连哥林多前书都搞不清楚，说是一个哥林多人First Corinthians 一个哥林多人，然后呢，他的教育部长 AI 都搞不清楚，说 A1。所以你就是美国的水准那但是加拿大，我觉得川普更搞不清楚头脑，还在讲51州。加拿大如果今天人口比加州还多一点，他一进来至少接近50个，因为重新分配有接近50个众议员，那个选举人票大概有50个，加上加州什么弄，你共和党没得玩了，你没搞错。川普这个嘴巴在讲都。共和党议员那个皮皮唰讲说，你把加拿大弄起来，那我们共和党就没得玩了。